探戈杂谈室。Ni vos ni yo supimos cuál se perdió, ni donde el bien y el mal tuvo un día final y otro día comenzó。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探戈杂谈室。那这一位可能是我们探戈界比较不太熟悉的人物，因为他的确不跳探戈。那他今天来要做什么呢？我们直接来进入正题。好啊 ，OK，好，直接就先来。对，直接先来。这边有副扑克牌，请老师帮我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这副扑克牌，对。好，我们看到扑克牌可能会想到，大概是要来变魔术，对不对？好，看起来什么都有。该有的都有，这样。对，那很简单，就请老师就既然牌在你手上，你就随便拿一张，你喜欢的。我就挑这张好，然后 OK， 然后我这边有一支签字笔 ，OK， 请老师呢在牌的正面的，也就是花色点数那一面，帮我签上你的大名，做个记号就好，可能还画个图，最好是我不会知道的。那帮我把牌呢放进来，任何一个地方，来，这里吗？OK。稍微的切一下，再洗一下。老师本身常玩牌吗？有小时候就玩些大老二什么的。洗牌的技术好不好？会不会等一下就要变出2张牌，对不对？好，就请老师拿着。好，不瞒老师讲，有个小习惯，我会在身上放一张，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讲有幸运的一张扑克牌。OK， 然后我通常都把它放在我的皮夹里面。就为什么就着火了？灵异现象。OK， 我不能因为鬼门刚开就这样。刚刚那个当作没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火。好，没关系。那我就把我的新牌放在我的皮夹里面。好，看得到吗？那个拉链，把它拉开来。里面有一张，跟这个牌背很像。对，很像啊。我可能准备另外一副拿出一个牌，跟这个很像。OK， 好，但没关系。好，来看一下。好，这张幸运牌呢？你刚刚选的牌是什么？0型9。0型9，也就是方块9，对不对？对。不瞒大家说，我的幸运牌今天也是方块9。OK。但是更巧合的是什么？我上面呢还有签名。为什么？就是刚刚这个老师签名的，这个完完全全没有串通过的老师的签名方块9就在我的皮夹里面。就在一个电光石火当中，这个牌就突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谢谢大家。烧冥纸的时候，刚刚起火的时候烧打开了，有点太多了。对不起，魔术师说不可以讲这么多。OK， 好，那就是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个小魔术。那也正式跟大家自我介绍，然后我叫李明。对，那我本身现在现职是一个设计师。对，那刚才大家也看到我一个魔术，那是我的一个隐藏身份，我是个业余的魔术师。那为什么今天探戈杂谈是要邀一个好像完全没有相关的产业魔术师，又是平面设计师来上我们节目？对啊，是因为其实对我们探戈人来说，我会觉得探戈是一个很生活化的活动。那在探戈界里面也是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但是诚如刚刚我所说，李明是不跳。但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其实探戈跟魔术原来有蛮多的相近的点，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来魔术与探戈那么的相像，蛮有意思啊。比方说刚刚在变那个魔术的时候，即使我们语言不同，好像也都看得懂。对，我觉得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其实魔术呢就跟舞蹈一样，它有时候是一个肢体语言，那它传递的讯息，一个是舞蹈，我们可以我可能比较外行嘛，但是可能看的是一个整体的舞蹈的美感，随着音乐起舞这样子。那魔术是什么样？魔术就是它透过一些即便刚刚这个魔术，即便我不讲话，你可能都会知道说，这个东西从 A 变到 B，这一个过程，
对，然后它有一些叫神奇的效果，有一些视觉化的效果，对，那这些东西其实你不讲，你大概看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对，那这个就是魔术它本身的一个无国界的一个优势在。舞蹈也是，就是比较大家所想象的舞蹈，它大部分是在舞台上的，那可能是说观众坐在下面看上面的人跳，那他会去思考说现在这个舞蹈想要传达是什么意思。那对于探戈来说，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舞者那像我之前常常说的，我们学会阿根廷探戈，我去世界各地，即使语言不通，我也可以跟那个人一起跳。所以这也是同样有这个社交的性质所在，而且可以也是很快的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非常像的部分，就是都有很强的社交性在里面。这个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有时候刚刚老师提到所谓的社交交际，对，那其实魔术也是这个样子，对，它可以。我们常常以现在来讲，很多人会把魔术拿来当做一个破冰的工具，对，那它本身有很强的社交的优势在，对，它可以在透过你的谈话互动，然后有一些趣味的一些效果，进而引发一些气氛的转换，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魔术一个蛮有魅力的地方，而且可以很快开启话题，对，没错，对，没错，那你是怎么学到这些魔术的技巧？因为我这个可能要回到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系上的会长，就是系上会长，然后常常要带学弟妹活动，那平常可能讲笑话、搞笑啊，可能已经没什么，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对，然后偶尔有一次我就在便利商店买了一个魔术道具，然后我就把这个道具呢拿到学校去，在班上演，就效果奇好。特好，然后大家会想要再看，那这个就间接的、被动的不许我去学更多，然后就一学二，二学三，越学越多。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专门的对不起，魔术师老师了吗？也没有，像我刚刚所接触到魔术的方式是透过魔术道具，购买魔术道具，然后透过这个说明，去学习到这个效果，对，然后我下一个的方式也是像这个样子，真正进到比较进阶的时候，大概玩了3、4年之后，开始会接触到一些魔术的组织，可能是一些魔术大会，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研习会，里面还有更比较细一点点，就是进阶班，我们叫 workshop，对，工作坊，对，然后一些。你也会因此接触到更多的魔术同好，对，然后还有更多的魔术大师，对，然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慢慢就把你的这个圈子的人际关系慢慢的拓展出去，对，然后进而就是绑在这边，这部分也是我觉得跟探戈蛮相近的部分，就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专门的探戈学校，唯二都在阿根廷是大学。所以，很多人在学习探戈，其实不是从一个专门的学校去学习，不是专门的。对，现在当然比较好，现在可能开始慢慢有 studio 啊，有教室，然后可能有一些老师专职在教。但是其实探戈的范围其实它很广很深，那每一个老师他擅长的其实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刚开始要学可能会有个想象说探戈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像当我学了很多之后，开始发现，原来不止这样，那还有这么多，然后下面又有更多可以去学。对我来说，好像是在拼拼图一样，或者是连看。对，然后才有办法开始学到更多的面向这样。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相像。的确，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刚老师讲的。我们在不了解探戈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蛮高端的舞蹈，因为可能一些我们知道的啦，可能是在一些有华丽的舞台，对，美丽的灯光，对，然后这个非常华丽的衣裳，其实这个探戈呢，我用爵士乐来类比，对，它其实带一点点
亲民的一些特质。对对对对，然后江老师说，其实探戈是从这个就像是地方小巷弄，比较接近民生的这个底层的，对对对，街头文化，对街头文化，对对对对对对。那加上这个魔术本身也是啊，因为魔术在真正有魔术这个项目的时候，它也是从一些可能以台湾来讲，一些夜市。对不对？夜市其实有魔术的啊，对，我们在夜市里面会看到有一些郎中，他们会丢3张牌，然后让你去压、去猜，这个刚刚这个黑桃 A 在哪里？那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一些市井小民的生活当中，对，然后慢慢才变成是一个显学，对。所以其实都是娱乐开始，对，都是从娱乐开始。前面我们有讨论过好2、3次嘛，每次都说我们的主题要讲平面设计师，但是其实魔术都在讲魔术。对对对，那可见你对于魔术有很大很大的热情，那这样怎么还会转成设计？当然，第一个是设计本来就是我求学时期的本业了，就我高中呢是在复兴美工，对，然后我大学呢是在那个台湾艺术大学，对，然后都是念设计相关的，对。那至于又回来做设计，当然就是因为某些契机的关系，自己开始创业，那当然就会想说把自己的本领所学的东西，直接拿出来运用，那我也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因为毕竟设计本来就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反正 anyway 他现在其实是平面设计师，不是或者是说视觉设计师视觉设计师，对，因为我除了做平面之外，还要做很多的动画，OK，对，然后包装，包含这是扑克牌，它就有点跨平面，它是个立体的，有点接近包装，但又不是包装对，其中一个服务。也是很幸运的，你仍然可以跟设计魔术师有相关，对，就是设计魔术扑克牌，对对不对？那但是现在魔术扑克牌除了魔术师可以使用之外，一般人也可以使用，是拿来做收藏。对，就因为在我们接触魔术之后，我发现有一批人很喜欢扑克牌，他们就是扑克牌的收藏家，对，当然魔术师喜欢扑克牌天经地义，对。但是你会发现还有很多人，他们对扑克牌也是情有独钟的，像一些玩花切的，对，我们英文叫 cardistry， 就是一些花式切牌，就是这种花式切牌这种东西，这种花式切牌，cardistry 花式切牌，那他们也是喜欢扑克牌的非常一大宗的类别，对。那当然有一些就是真的是喜欢扑克牌，这个项目，对，所以会发现它是一个蛮大的市场，对，然后才有接触到有所谓的收藏扑克牌。那收藏扑克牌跟一般人，当然第一个它有主题性，可能是加菲猫主题。我讲了一个很老的东西，对，然后史努比主题，它的一个主题性，对，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有感觉，但是在我们这个收藏圈里面，它除了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 IP 之外，对，它还有一些比较艺术性质的东西。它的主题可能是讲艺术家，它的主题可能是讲一个时期，比如说有一副牌，它就在讲维多利亚时期的牌，对，所以纵观这些看下来，就是所谓收藏牌，它一定要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有主题性，对，然后再从这个主题呢去发挥这个设计的魅力，把它做个立体化的展现，对，它就不会只限于是牌面上的印刷，它可能会把这个主题呢延伸到牌盒上面，牌盒是像这样子就算牌盒吗？对，就是算牌盒，然后我们的这个对牌盒上面，对，然后它会把一些再导入更多的印刷的加工，让牌盒的收藏等级可以再提升。OK， 对，比如像我们这次设计扑克牌，它还有加镂空，然后复合式的烫金，对，它就增加了它的收藏的价值，所以这个是在于主题之外的更进阶的一个设计，让它就是目的很简单，就是提升它的收藏的附加价值。讲
直白就是让它变好看，更好看的，更好看，更漂亮，然后更赏心悦目，更赏心悦目，摆起来也很好看。但是我听到说，其实也很在乎那个摸起来的触感，这样，即使它是拿来看的。对，刚刚可能大家一开始看那个魔术的时候，发现这个牌，怎么展牌起来特别好展，特别好使，是因为它的表面呢有经过特殊的加工。OK， 对，我们叫做 air crush，一种一种纹理。它可以平均的让这个牌面呢能够滑顺，不会粘在一起。对，不会粘在一起。这些牌的，它的最原始的功用是在服务赌场。对，所以它的赌场的话的牌要有几个特性，当然是防止人家做记号，所以它可以抗刮抗污，然后又防水，它有所谓的那个防透光性。对，因为怕人家可能在强光底下，他看透了这张牌的花色是什么，那就不好，就把一张纸呢，一张牌拆成了3份。对，那这诚如大家所见的，会有2面的印面，对，然后中间这个是什么？这个叫黑蕊纸。黑蕊，对，它就是防透光。所以它就是为了它有些功能都是围绕在防人家做记号，防窥视，等等的，所以为了公平，所以它这个牌子的等级非常的高，而且在台湾我们就蛮幸运的，台湾就有一间蛮厉害的印制的牌厂，就专门有在生产这样子的类型的扑克牌。你以视觉设计师的角度来讲，最近你设计了哪些比较特别的收藏牌？当然最特别的就是这一副了，它一直出现在镜头里面。这个应该也是台湾第一次，台湾的一个剧设计的一部主题性的扑克牌。OK， 对，那这出剧叫做《鬼桥白社》第2季，对，已经到第2季，对，到第2季，对，这个是第2季的主题。OK， 然后我有这个机会跟他们一起联名，然后设计的这个扑克牌，就发挥我扑克牌设计的长才了，然后把这个主题尽量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OK， 对，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机会做这个类。那刚刚说，收藏是要拿来好看的，对，所以这一副牌上面有哪些特别的设计？当然，第一个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反光。对，那我在做扑克牌的时候，我会很喜欢在玩就是印刷的加工的部分。对，那大家看到这个纸张呢，它是铝箔卡。铝箔卡，那铝箔卡它不是所谓的印刷纸，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图片呢拆成拆成9层，对，然后呢做不同的加工，包含这边有打凸，像雕花这样，对，有打凸，对，然后呢它有总共第一个有底色，那这种底色我刚刚提到说这种颜色是上不上去的，对，所以它要先上白墨，然后才能上色。对，这是第一层。然后再看到有硬白，有这种铜金，对，还有这种就是乌黑，对，还有这个亮蓝，对，然后还有这个红色，对，然后包含这边的银色的烫金，对，然后还有雾银，对，林林总总的，它都要经过这个机器的加热，烫了7种颜色的。对，7种颜色。所以一般的大部分都烫金、烫银就结束，你烫了7层，对，穿了7层，对啊。哇！我们配合的这个老师傅啊，他从事印刷大概已经10多年，他第一次遇到有人烫这么多层，听起来那个成本挺高的哟。对，温度会影响到这个东西的牢固性。对，你烫的太烫，它可能就 QT。烫的不够，温度不够，它容易剥落。所以这个要很有经验的师傅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工艺。所以它展现的就是印刷的工艺。OK。对，那我觉得这个是难得的机会，那我想做这样子的挑战。对，完全为了台湾的剧，在台湾的厂。对，台湾的厂这样，然后工艺这么的惊人，这样。对，那当然我们会选择这个铝箔卡。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符合主题性嘛。对，符合什么主题呢？因为这出剧的它的主轴大部分是有一个军事线在
贯穿。对，就像上面看到一个国军的一个肖像。对，那他描述的就是在我们俗称的外岛中的外岛。OK， 叫做高登岛。它等于是台湾的第一个前线。对，然后它这边上面的元素呢，就是高登岛上面的元素。对，那高登岛的在上面服役的弟兄一定要有这些口号哦，团结抗命，同岛一命。对，然后这边写什么部落金汤。这4个大字呢，它其实就写在高登岛那个大门的后面。就像那个金门的无望在举那个一样。对，一种口号。OK， 对，所以等于是在这个岛上的服役的弟兄，因为他们算是前线，所以他们要有那种就是牺牲奉献的国军的那种抗命的精神在。对，所以他等于是台湾在守护上面的第一个关卡。所以我把它设计成像是一个铜墙铁壁。对，因为他们必须常常他们在喊的口号有个东西叫钢铁意志。对，那我所以才用一个金属的材质去表现钢铁意志这件事情。对，对，所以这个整个就是，然后后面是高登岛的地图。对，真实存在这个岛。对，1:1的一个高登岛的地图。OK，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元素呢，如果有当兵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点印象。这就是所谓的那个兵棋台上面的元素。也就是说一些军中的长官，他们可能在做兵棋推演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些元素。它是一个方格，所以没当过兵的看不懂，可能会不太了解。那个左上跟右下还有2个时钟。对，2个时钟，因为在兵棋台上面也有2个时钟。一个叫做演训时间吧，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作战时间。OK， 所以这个元素其实都是从那边萃取过来。像比方说我刚刚随意拿的一张牌，它的指针就不是指在刚刚好，比方6点半啊，设计师线画歪了。线画没有，这个是我一个巧思这个用讲的不清楚，直接大家看就知道。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你看那个里面的那个雷达会转，然后你可以留意一下这旁边这个时钟呢，它也在转。有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针对这个东西，我希望它能够被表现出来。因为这个雷达呢，在剧里面其实还蛮重要的。它剧里面描述的是96的台海危机。对，那当初呢，就有一件事情蛮著名的，就是渔船呢包围了整个的高登岛。对，那岛上的人大家人心惶惶，因为真的会觉得这个敌军要打过来。所以岛上的气氛是很紧张。那我觉得这个雷达呢，跟这个时钟呢，它就有一种让人家有压力的感觉。对，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对，这个时间有种催促人家的感觉。对，然后这个雷达呢就在扫。对，也会一直在看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来，是不是靠近我。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副牌上面的雷达上面其实有一点一点渔船的点。对，它就是扫到那些船这样子。所以我为了要去表现这个剧情的紧张性，那我觉得这几个元素还蛮能够表现出这个情绪的，所以我就把它让它动起来这样子。对，太酷了。对，那成本这么高，应该希望卖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要搞限量？我觉得限量就是一个残酷的事情。就是因为基本上这个牌的印制成本真的蛮高的。对，因为我们的做法真的不是很便宜的做法。对，所以它成本很高。那限量我也是希望提升它的附加价值吧。对，因为毕竟是做收藏牌。那如果你是无限量供应的，我觉得那个以我们对这副牌的期望，它可能会降低的收藏的一个趣味性。对，所以我觉得限量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了。然后大家也可以透过去选号码，去找到一个可能自己的生日啊，或者是对你自己有意义的一些号码，对不对？然后可能对政治热衷的，他可能对于某些时间他特别敏感。对。所以听说今天你也带了一个小礼物来给我。没错。
这就是这个。有人说序号，怎么是一张贴纸？其实真正的序号是在里面，在牌盒的内里的里面一个烫金的。那这个号码呢？就是老师的生日啦，11月4号，大家可以记起来。好，礼物要到了，谢谢。好，那这个就送给老师，感谢。这个剧我有看第2季的第1集。不错，真的是蛮不错。对，他第一集就很紧凑。对，就觉得我们台湾其实真的很棒，多花心思，其实都做得很好。对啊，其实不会输国外。对啊，因为我记得这出剧原本他们是希望做出一个所谓的台版的纸牌屋。对，因为纸牌屋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剧嘛，那台湾也有这个能力做所谓的政治职人剧。对，那其实是非常成功。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李明可以来到探戈杂谈室，聊了魔术与探戈的关系，然后但是他现在的身份是设计师 visual design， 对，非常的有意思。探戈杂谈室，下次再见，拜拜。